在蒙古有一条河比任何王朝都还要古老，匈奴、突厥、回鹘、蒙古帝国，所有征服世界的草原文明都诞生在他的身边。今天我们要沿着这条母亲之河，去追寻一个失落帝国的源头，从河谷到首都哈拉和林，到信仰的殿堂，再到成吉思汗留下的世界，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冒险。这里是 Into the Unknown 第3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唐。上一集我们带大家探索了蒙古令人震撼的自然风景，从巨大的蒙古沙丘到寻找世界第一个恐龙蛋的发现地。这一集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带你来看看另一个面向的蒙古国。蒙古国最长的河，这个是鄂尔浑河的轴，因为这边像手轴一样转弯。我们现在在这个位 We are 置， standing here and go straight this way, off road, okay? OK overall 会非常的颠簸，然后我们会经过一段颠簸的路之后，一路开到我们等一下要去的这个瀑布。 OK。如果要找到一条能说出整个民族故事的河，那一定是鄂尔浑河。这条河全长超过1100公里，从杭爱山脉的雪线出发，一路流过草原、山谷与王朝遗址。而这条母亲之河最壮丽的一段，就藏在我们正要抵达的地方——鄂尔浑瀑布。各位，现在风超大的，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鄂尔浑河掉下来的一个瀑布，非常的漂亮。这里是蒙古的著名景点。哇哦！为了更靠近巨大的瀑布，我们下切到溪谷中，没想到下面别有洞天。我们现在下来这个山谷了，然后非常漂亮，这边很清幽的感觉。这里就好像童话故事般的森林世界，漫步在其中，仿佛可以感受到世外桃源的氛围。这里是蒙古最大的瀑布，它就像是敲响草原民族文化的战鼓，在这里持续了万年的绝响。鄂尔浑河，因为它是古代草原民族的一个发源地，对，发源地，而且是首都，很多首都都在这边，对，所以这边就被列为这个保护区。OK，那所以这个是粉种。对，这个是有3世纪开始的很多粉种在这边，每个时期的都有。那是大人物吗？还是一般人？贵族才会这么隆重，肯定是后人给先人葬的，然后就是表示一些敬意和吉祥。它就是我们称之这个鹿为吉祥的动物。但是我没看到鹿。这个有1000多年了，它不是特别好看。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这里不是边疆，而是全世界的中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中东的商人、中国与西藏的使节都曾经走进这座城市，向蒙古大汗觐见。但帝国没有永远，在内战与权力的斗争中，哈拉和林逐渐被遗弃，最后只剩下草原与被时间吞没的城墙。各位，我们现在呢要去这个鄂尔登昭寺。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蒙古的国家级的寺庙，所以这是哈拉和林古城本来的城墙。城墙的那个石头，但是本来的城墙比这个大，因为哈拉和林被这个明朝破坏了，损坏了，然后用剩下的一些这个砖搭建了这个寺庙。对，山势的达赖，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可汗，他们一起决定在这边修建。他想引进这个佛教 to Mongolia， 就是想
让蒙古人信这个更先进的佛教，因为我们原先的宗教是萨满萨满是比较原始的。对，很多皇帝就是很多可汗的努力是像这个特别不容易做到，然后就是用这些大的建筑去感化，就教化这些人。下面呢 ，Hello。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寺庙的第一个这个博物馆。那这一尊佛像就是我们宗喀巴大师，旁边的话就是藏传佛教著名的这种堂堂，所以这都是让信众他们有这种可以膜拜的一个意义的存在，就是蛮神圣的。然后博物馆也有展示一些当时的一些法器啊，还有一些你看这种雕刻很精致的佛像的一个神坛这样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可我刚刚看到这个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帅的龙。可是当我仔细看到它的头之后，我发现它不是龙，因为它有一个象柄。我知道怎么知道龙象，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看到金轮法王他有练那个龙象波洛功，我都不知道龙象什么意思。我第一次来到蒙古，终于看到龙象长什么样子。超级酷的。这一尊释迦牟尼佛呢，是释迦牟尼佛80岁的这个样貌去制作，所以你每一间寺庙会看到的释迦牟尼佛都是会不同的面貌。那他们这边是80岁，所以我一进来就会觉得他特别的有年纪的感觉。旁边它是有彩绘的去讲释迦牟尼佛他的过去轮回的这些故事。然后另外这边的话就是黄教的一个创始人物宗喀巴大师。他写了很多像论啊，解释很多佛教的一些经典。在那个战乱不断的时代，蒙古人开始寻找另一种力量，不是用来征服世界，而是用来安放灵魂。但历史并没有放过他，他在17世纪的战乱中被严重破坏，上万名喇嘛被处决，而现在他选择用信仰把自己慢慢拼回来。蒙古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它是一条被打碎过又重新流动的河。大家，你看这边的地形超级酷的。司机，帮我们再来奇怪的山路。我操！像中国的文化革命，这边也发生了，就是类似的，因为苏联他对这个佛教不友好，在那个时候，很多喇嘛都被杀了，被枪决啊。OK， 他们都跑到这边避难。这台2万5的摩托车，什么 ？Hello， 长得很漂亮哎，她穿着。他从1996年就在这工作。哇塞！你们看，他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然后像蒙古包的造型。跟随着历史的脉络，你会不会好奇，当年被迫害的喇嘛究竟有没有人逃过呢？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可以生活的条件，但在那个年代，这里却成了喇嘛们最后的藏身之地。在这一整片山凹里面，就藏着一个小小的佛寺。这个是小岩山，然后这就是古佛寺，喇嘛就以前就躲在这边，因为旁边都是这种石头，所以你不会知道这边有小小的缝隙这样子。你会在蒙古随处都看到这个哈达，它有5种颜色的，最普遍的就是这个蓝色的，也有黄色的、红色、白色和绿色。它分别有什么意义吗？不同颜色有。我不记得全部，但是白色就是纯洁的，蓝色的表示天空的颜色，应该是神圣的，黄色就是智慧，这些意思。曾经这里是僧侣诵经、修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倒塌的石墙，而躲到这里的那些人，最后也没有逃过命运。他们被找到、被带走，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时很多喇嘛都就是被枪杀嘛。所以其实每一个这个叠石就象征着一个失去的生命，所
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的一个纪念的意义，这样子。那一刻，天空刚好飘起了雨，我分不清是天在下雨，还是这片大地也在替他们哭泣。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抵达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这个雕像呢大概有40米高。过去相传呢，就是成吉思汗曾经在这边剪掉一条金色的鞭子。那鞭子在蒙古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这种权力的一些象征。这个地方也就被称为金色鞭子、金鞭。等一下我们进去博物馆里面晃一晃，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记得里面有个非常巨大的靴子。不知道米娅穿不穿得下？我刚好丢了一双我的靴子，我就要去看看有没有新的鞋子可以买。哇塞，我们进来了，大家。这博物馆算是蒙古国的重要地标啦，内部的文物展出非常的丰富，展现的是一整个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我前年丢掉一双靴子，就是我骑马的靴子，因为我们去太多地方了，然后它被我穿爆了。然后我在这边找到了一双新的靴子，大家觉得怎么样？说这个靴子上面的图案啊，就是越多的话，代表它的社会地位越高。所以以前的话就是平民或是比较社会阶层低的，上面是靴子是规定不能有图案。哦，这个是成吉思汗的金鞭。蒙古突袭，他们就会拿他们的这个弓，骑着这个马。这个特征也是在学过度过的，高高的。对，哇塞，哎，剑好像不长。打完胜仗之后回来，然后成吉思汗办了一个大宴会这样，然后就是为了纪念，因为他们很开心，然后是为了纪念说他们有就是射箭比赛跟相扑比赛，是一个庆功宴的概念。对的。里面记录的这个人，他据说他射了300个 B 展，300多个 B 展长距离的目标，所以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而且我们刚才跟说，就是这个成吉思汗的弟弟的儿子的这个波尔之金，就是他外母的直系后代，所以我们已经有跟这个碑文上面留着这个碑文上面血缘的人就在我旁边，来看一下，帅哥。这个碑文，而且是现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博物馆里，它有它的原件，是在俄罗斯领地上发现的，因为它途中是在那边，不在现在的蒙古国版图上。这是蒙古巨人对比米娅，应该有超过150超过，很爽。对，有没170？我也超载的，我们现在要上去成吉思汗的码头上迎接。这个雕像呢，它面对的方向是日出的方向，象征着他看着蒙古帝国冉冉升起的这个希望的象征。4个自拍吧。好啊。成吉思汗不是因为疆界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勇敢踏出了第一步，敢离开部落，敢挑战命运。今天的蒙古依然在用另一种方式传承这份勇气。一些蒙古的便宜，是这个名字。这我实在是。他们说这是在羊皮上面的画，这样。然后我买了2张，它一个是就是这是我们就是在蒙古最常看到的景色，对，真的蛮像。高山，然后绿地，然后它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都是去戈壁嘛，所以就是有绿，然后又有黄色的一点黄沙。然后这一张图呢，就是有3匹马，我想要买给我的师傅，因为就我师傅就带着我和我那个朋友，就是我们这2个徒弟这样，然后我就很想送他这幅画，蛮有意义的。老爸，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想要。
们来到这里叫什么？ Extreme Mongolia。对，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它会有一些就是一些设施给大家玩这样子。然后现在真的很冷，所以我们穿很多。他们现在要去挑战那个绳索，因为看起来真的太高了，所以我一阵多倒。上面有人会帮你。OK， 没有。但是老妹，你玩哦，老妹，快点去穿啦！耍笑场，老妹，在笑什么？老妹也会怕。没有。现在呢，3个男子我们要去挑战这个滑索 ，OK 的，好不好？没有在怕的，我们有博尔兹金的血脉，是怕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看谁叫的最大声。OK， 那我们就出发吧。没错，那边去 ，OK 了吧，老妹？可以吗？我也现在心情怎么样？忐忑。哇，有点刺激。Go go go， 我们！你看。Thank you。现在我就是在底下 stand by 等着男生们滑下来，然后捕捉一下那些画面。但是因为这个看起来真的很高，然后我就是真的很怕高。我觉得我刚刚没有踏出去那一步，所以就是有点可惜。OK， 我们去挑战下一个。对，独木桥，那你先去换器材。挑战下一个。Go， 我们要去玩这个独木好，我桥们。要去玩这个，等一下到那里就会可以看到了。然后就是我真的很害怕，可是我很愿意尝试，因为我觉得我要秉持着这个精神。对，体验所有的活动。对，但我不保证我有办法踏出那一步。我是觉得很荒谬，他的那个滑雪跳台都在飞来飞去，我都不敢。那边有个，特别宽的，哇塞，好大啊！米娅的腿，我不要，我不要，有人崩溃。我真的很怕。如果真的你上去，真的还是怕，那再说。我们要勇敢的挑战自己。我觉得很可怕。拜。他跑来找我，然后米娅已经快怕哭了，但是后面那个帅哥蛮贴心，他都关心他。Who's scared most? You come. You first. Let's go halfway. I pay. No, you can't do that. No, You have to do it the entire way. can. Because there is a big gap in the middle. I know. I can't. So what? You will. You will. You will. 别担心，别担心，我们要不一样的 Mongolia。我不想要。其实这个吊桥最恐怖的就是每一个那个木栈道之间巨大的缝隙，但直到中间的最高点有一个地狱关卡，巨大的那个间距啊，一度让米娅恐惧不已。对于矮小的米娅来说，她必须要跳过去才行。我们成功挑战了，耶！我觉得你完成就是自我挑战的部分，因为中间一度我有叫米娅说，我们走上去3步，我说你可以放弃，我们有给放弃的选项，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体压，但是真的很可怕，就没关系。可是米娅，你为什么选择继续？我不想要让你们很麻烦。不会啦，哦哟，我们又不麻烦。我必须说，其实啊，
我在边倒退的时候，我的脚一直在抖。我就想说很可怕的，我想说你整趟都倒退走，我笑死。来，给你掌声。回想起从我们初次相见，在这12天的旅程中，我们从陌生走到熟悉，与整团的伙伴变成朋友。我想这就是参加 Soul Travel 团最大的意义吧。每一趟旅程不只是留下难忘的回忆，更是真正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变成革命情感的旅伴以及新朋友。最终来到机场，要飞回台湾的前夕。我们现在人在机场，然后这次就是很开心，米娅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12天的蒙古之旅。我们已经完全是变成一个好 partner， 真的好朋友了。我觉得非常舍不得，因为我打了一篇文想要给他们，我又再回去看，因为那是我大概第3天还第2天还第3天就有的感受，就已经有这个感觉。在又过了12天之后，我觉得又感触更深，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OK， 为了要纪念这一份萌生的友谊，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准备了一个小纪念品。我们那时候有听嘛，敖包它有这个意思，它是一个蒙古文，然后它代表的意义就是幸福、福气的那种，然后平安、幸运，就是它是代表这个意义。然后这个就是像那个敖包上面的那些颜色的东西，更深层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草原人他们要面临的环境啊是非常恶劣的，所以他们认为幸运不是单纯就是只是靠一个护身符就有幸运，而是你的幸运要搭配你内心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想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就像你昨天挑战那个东西一样，鼓起勇气面对任何事情，你的勇气会带给你更多的幸运。我要哭了。好强！所以这就是你的送给你的小纪念品，证明我们在蒙古的友谊。回想起这趟旅程，我用12天的时间深入探索了一个神秘的国度。我看见曾经伟大帝国的痕迹，也看见蒙古人信仰的灵魂。第一次策马奔腾在旷野之上，到与这片土地的人产生连结。从巨大的沙海到美丽的峡谷，从草原到湖泊，从瀑布到城市，这是一趟史诗之旅。我跟着 Soul Travel 一起写下这个难忘的旅程，也在旅程中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我想，这就是拼图里昂肉系列的意义。我是元堂，这是我在蒙古的故事。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